所有沒有家庭托舉的人，所有貧困家庭出身的人，你給我聽好了，什麼叫沒有家庭托舉呢？其實很簡單，就是說沒有資源，沒有人脈，沒有背景，家庭父母呢都是挺普通的那種啊，什麼都没有。总之啊，就是全部要靠自己去打拼才能得到一些東西的啊。那么这些人這輩子你只要做好一件事就夠了。其實非常的簡單，我是怎麼能夠衝出這種家庭和衝出這種環境的啊？我今天告訴你，就是構建屬於我們自己的一套能量和支撐的一種體系系統。如果說你做好了，你也能夠衝出來，过得越來越好。我接下來說的這些話呢，可能是比較反骨的，聽懂的人你會感謝我啊，當然也能夠衝出來這種環境，日子越過越好。但聽不懂的很有可能大概率你都是玩了命的啊，來回噴我。你記住，你不是來拯救父母的，你也不是來這個世界上去討好誰的，你也不用去跟着他們去隨大流，你也不要去隨波逐流啊，也別跟着人家學什麼別人啊結婚生孩子啊。你要清楚一點的是，萬一哪一天啊真的遇到困難，或者說你自己倒下去了，你身後是沒有人的，朋友，你身後真的沒有人。你難受了，你痛苦了，你對吧？你都得自己去消化，沒有人替你分擔，誰都給你扛不了，崩潰了啊，委屈了，除了你自己這兩個肩膀能扛住，沒有人能給你扛，因為你沒有托舉，你的家庭就是這樣。現在就是你想哭，你都得先看一看，你這個場合你能不能哭？哭都是不能隨心去哭的啊，聽着很殘忍，但這就是一個現實，你想一想是不是這樣的？正是因為這種朋友啊，或者這種人，你沒有家庭給你托底，所以說你必須自己給自己兜着，你兜不住，那整個人生就完了。這不是命運的殘酷，也不是命苦啊，我跟你說，這就是老天爺在逼着我們這一部分人一步一步的去成長，一步一步的逼着我們去長大，長本事，成就自己，練就自己。其實我從這種貧困的生活的狀態啊，一直到現在啊，也算是可以就是吃喝不穿，吃喝不愁吧。就這種生活，我感覺我就做对了4件事。之前我也不理解啊，就是經濟要獨立，你手裡就是要錢，有錢，但是呢，它不一定是暴富的这種有錢，就是你的收入必須要源源不斷啊，你只有這樣才可以。你不要把你的命就是拴死在一份死工資上面，你會想一想，這條繩子太細了，你拴在這上面之後，萬一斷了呢，對不對？隨時可能會斷。就現在這個情況，隨時可能會斷，太細了，你得給自己至少準備，我感覺現在就得準備2樣能夠讓自己吃飯的本事，就是說你走到哪兒你都餓不死，走到哪兒你都有飯吃啊。錢不是萬能的，對吧？但是呢，錢確實能夠解決80%的問題，在這個社會上啊，這個是毋庸置疑的。但剩下的20%呢，有錢它不一定解決。但是你有沒有發現，就是如果說你連錢沒有的話，那麼你前面這80%你都扛不過去啊，對吧？有錢不是說讓你來呼風喚雨的，不是讓你來裝逼的啊，來炫耀的，不是這樣的，是讓你有底氣、有資格去學會拒絕啊，把之前不敢拒絕的你敢去拒絕啊，不用看任何人的臉色。你想想看哈，你現就是怎麼說？你現在忍着那些不想忍的事情，陪着你不想陪着的人，看着不想看到的事情，幹着不想幹的活，是因為啥？是因為什麼？他不就是因為你沒得選嗎？你如果說不這樣幹，你就生活不下去，你就沒飯吃。但等你手裡有錢了之後，你就會發現你自己有了選擇權啊，有了選擇權就等於有資格去選擇自由了，對吧？那再一個就是我感覺就是一定要保護自己的能量。什麼叫能量？這個尤其重要，對創業者啊非常的重要啊，對打工的也是一樣。就是你每天能夠拿出來幹正事的時間是非常有限的，你自己仔細去算一算，你每天幹正事的時間有幾個小時？對吧？就這股勁兒啊，這股勁兒呢，它不是無限的，它是非常有限，耗精力的，它是會隨時被消耗殆盡的。那麼誰在消耗你？就是那些你所謂的朋友、爛關係、爛圈子，那些天天讓你難受的人。說實話，該斷就斷啊，不要感覺就面子上過不過去，不要這樣想，真的。哪怕是你的家裡人，各位你仔細想一想啊，哪怕是親情，家裡的親情也罷啊，你能躲就躲。當然我不是說不让你去孝順，這也不是不孝順啊，對吧？我只是說你不要把你自己给耗干掉了。你如果說把你自己都耗干掉了，你拿什麼去孝順呢？光拿個嘴，对不对？光拿個嘴巴，我孝順你光回答沒什麼用，對不對？那所以說你要學會休息，學會獨處，就是來給自己適當的充電
然後呢再对家裡好，這才叫孝顺。你就好比你是一塊电池，你是一塊新能源电车，对吧？你不充电，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最后结局就是没电的，没电就打不着火啊，打不着火就走不了，什么干不了，什么办不成啊，什么都扛不住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再有啊，就是我感觉也要重塑一下自己的认知啊，尤其是在当下这个社会啊，你别老等着等贵人，等着别人来救你，不可能，不现實，等不来的。這個世界上沒有貴人，貴人只有你自己，沒有人會來拯救你的。你缺的，再說你缺的也不是一個貴人，不是一個托舉你的人，你缺的是什麼？缺的是你自己有能力為自己去兜底的一個能力。成年人的世界一定是這樣的，你不要等着就是你家裡來了事以後你再去哭鼻子抹眼淚，對吧？求爺告奶的，你要在暴風雨來之前，你站在一個可以讓你足夠安全的位置上，對吧？這叫做什麼叫做安全位置呢？其實也很簡單，就是你能夠提前看清楚未知的一個風險，就是能看到這個風險啊，做好這個足夠的準備，就提前準備好應急所有的事情。別人還在就是慌亂的時候，那麼你已經站穩了，在那紋絲不動，對不對？在那挺拔在那兒，別人還在哭的時候呢，你就已經在想辦法了。這個呢就是一個認知的差距，這個只能靠自己去悟。說實話，只有你到了那個層次，你自然會悟到。同樣一件倒霉的事情，那麼認知低的人，他可能立馬就被砸趴下，他翻不了身，幹不了任何的事情，再也爬不起來了，跌入深淵谷底了，出不來了。但是認知高的人呢，你會發現，就是他挨了一下之後，他會幹什麼事情啊？被什麼砸了一下，我就非得去看一看，爬起來到底是啥砸了我一下，我掉坑裡了，我就非得上去，我看到底是個什麼坑，我下次我去繞着走。那麼這到最後呢，就是什麼都過去了，對吧？那最後一個呢，我感覺也是非常重要的，也是我能夠爬起來的最重要的一個事，就是別向外，就是多求求自己得到的答案。就是你不需要向別人去證明什麼，你不需要死命的抓住什麼，就是你看一看那些現在那些有錢的或者過得好的真正通透的人，他從來不是張牙舞爪的，他從來不是就是到處去求。你要想啊，心裡有數，腳下有路，不靠誰，不求誰，對吧？不被誰推着去走啊！你會發現，講個最簡單的道理哈，樹要長高，它是先往上竄嗎？它不是，而是先在你的腳下扎根，根扎的有多深，根扎的有多牢固，那風吹不倒你，對吧？暴風雪也刮不倒你，它才能夠茁壯的成長啊，對不對？做人也是一樣，你別着急往上去爬，爬得越高摔得越慘，尤其是速度，你先把自己的根扎穩。如果說就是你跟我一樣也做到了我上面說的這幾點，你就會發現你從來都不是被命運所拋棄的人，各位啊，你只是等待着自己能夠長出托舉自己的一個力量，也就是你的根要成熟了。如果說你現在能夠衝出來這種環境的朋友，或者說已經衝出來的這種朋友啊，你可以說一說我說的是對是錯啊，隨意講大家好吧。當然陌生人祝你越來越好。